好，我们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和学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要绘制的这个案例。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易德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要带大家画到的依然是黄君璧的《潜江山水》。那这张画呢，其实是一个平原辽阔的，比较辽阔的嘛，山中的一个人家的一个景象，对不？平浅诸洲，中间呢有一滩小的河流或者说湖泊的感觉。那这张画当中有一些比较繁茂的地方，那应该就是通过点的方式来塑造和丰富咱们的画面了，对不对？好，所以在叶片也好，还是地面上还有湖面上面的这个比较丰茂的植被，我们都需要用点呢一点点去塑造。在这一块画的时候呢，大家需要一点耐心需要一点耐心。然后在这节课在画的时候，主要画到的就是这些树枝，它可能呢相对要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它相对要多一些出枝，对不对？这个呢其实都不影响，你可以做一定的取舍，像这个点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在画的时候，从最基础的用笔调墨开始给大家讲起，所以大家尽可能的可以尝试拿笔跟我一起来画，我也会给大家讲的更加的细致和清楚，让我们更多的小白的同学也能够理解，好不好？好嘞，咱们呢就不多说了哈。这张画依然是先用墨色的方式来进行塑造和勾勒，最后呢以颜色的方式呢来进行装饰和着色，让画面看起来更加的丰富和厚重。好，其他的咱们一会儿在画到课中的时候呢，再给大家细说。我现在要调转镜头了，各位小伙伴们做好现在准备。好嘞，各位小伙伴能看到我的双手吗？能看到我双手来敲2个数字5。好，咱们屏幕上方把左侧今天需要用到的工具清单呢都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所使用的一个习惯，也可以在咱们画面的这个橱窗的小黄车里边可以看到，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个挑选或者选购。来，接下来我们呢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来，我们先拿一个碟子稍微退远，拿一个碟子，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干净碟子里边，我们使用的这个墨汁就是我们在小黄车里边用到的这个红星的油烟墨，就是最普通的。如果是零基础的小伙伴，你可以呢自己去挑选。来，我们现在拿出一支这个狼毫笔用狼毫是吧？如果你用的比如说是蓝竹也好，或者说是比如说其他尖毫也是可以的。那我主要是今天用这个狼毫的这个笔给大家做一下示范。用笔尖蘸取咱们的浓墨，用咱们的碟子呢来微微的去调和一下。我们会从左下角往后面去进行。毛笔浸湿之后是吧？用毛笔的笔尖蘸取一点点浓墨来调和，对不对？然后其实从笔尖到笔肚，它是由浓到淡的一个过程，笔尖到笔肚由浓到淡，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可以把我们需要墨色效果，你们可以看一看它其实加了水之后都会稀释，会变得越来越淡。你想要它浓，我们呢可以自己呢给它调和的更浓一些。如果想要淡，再加水就行了。想浓就加墨，想淡呢就加水。好，加完水之后，我们呢再用试笔纸来吸毛笔的笔肚。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加入到易德云的直播间可以呢点左上角的头像关注，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也可以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只要亮了粉丝灯牌就可以进入咱们的粉丝群。昨天呢可能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建的群是吧？没有及时的这个看清楚一些设置，今天是应该都可以进入。好了，那么这一块我们把墨色调和好了，我们就来开始说一说怎么去画，在画的时候怎么去用笔。来，我们推进点镜头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好，这会儿我们讲一点细节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刚刚那个是调和墨色，我们已经调和墨色的时候是从笔尖到笔肚，它是一个由浓到淡的一个渐变过程，因为笔肚它的水分比较多嘛，笔尖墨色比较多嘛，那它们中间相互渗透的时候就是一个由浓到淡的过程。
在我们纸上，你逐渐画也是一个什么由浓到淡的过程。你比如说从左往右画到右边，它是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淡，对吧？好，墨色的渐变过程就是这么来的。那我们怎么去用笔呢？我们来说一下用笔。我们一般就是什么讲究中锋用笔，尤其在画画的时候。当然，像我们在示范的时候，为了让大家看到我们笔尖的一个过程，更多的会把笔压倒。压倒呢，它可能侧锋的方式呢就会多。中锋是什么意思哈？就是毛笔的笔尖，我们笔尖位于整个线条或者我们行笔的这个笔触的中间去行笔，这种呢就叫中锋，使用的中锋就叫中锋用笔，理解了哈。然后侧锋，那顾名思义就是笔尖呢位于整个笔触的边缘去行笔啊，去边缘去行笔。当然，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小伙伴，他依然能够。这个为什么要中锋和侧锋有什么区别？中锋它画的线条是吧？它左右啊整个线条比较均匀饱满，而且呢更加的浑厚，是吧？一般来讲，力量呢来讲比较均匀。那侧锋它往往它就是不太什么，它的力度啊它都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区别的。你如果说笔尖的墨色比较重，然后笔度比较淡，然后我稍微压下去一点点，它比如说左侧这一块它可能都会更浓一些，这一侧呢就会更淡，是吧？啊，这个呢它就可能力度就比较偏啊，力度就比较偏。当然，如果你有经验啊，咱们的这个很多小伙伴也可以用侧锋画出中锋的一个效果来，理解了？好，我们在画的时候主要以中锋为主，是不是？中锋为主，理解了，来敲个1，好不好？好，有的叫做嗓子按摩了。好，可以了。好嘞，好，都可以是吧？来，我们接下来呢，把案例图放上来，我就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画一画了呀。好，然后我们从这个左侧画面的左侧，我把它先把位置定好了，我们再来说细节。好，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关注啊！加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也可以点亮咱们的黄色的这个粉丝灯牌啊。好，我们从画面的这个我们先来定一下大概的位置。左下角由左下角往右侧走，那么在画的时候呢是由近及远。我们这块左下角的岩石大约画多高？3到4个手指，3到4个手指，对不对？然后画多宽呢？画到整个画面竖着的中心线，然后靠左是吧？靠左2指或者1到2指，它是一个三角是吧？大概一个三角的造型。天天好心情说声音这么熟悉，原来是博云对吧？好的，咱们又在直播间偶遇了啊。好，咱们这块就给大家简单说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往下方走了，离左边的大约4指左右，我们先不画，为什么？它旁边因为还有一棵树在前方。你看我们把笔压的比较倒哈，我现在还是把它给立起来一点点，然后在它的上方，我们多加2层的岩石的结构。比如在这一侧大的转折的地方，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结构线。是吧？一个大的一个三角，或者说有一个4边形，类似于一个梯形的造型嘛，你就多加几层都可以的。用咱们的笔尖位于整个笔触的中间去行走，哎，这就是咱们的中锋。好，都来了是吧？好，中间呢只是我们呢多加了几层嘛，有一些叠加的关系在里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里边没有太多细节，然后只是前方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种岩石的走向，可以稍微的添加一点点
添加一点点小的结构线，是吧？或者一些交叠的一些刻画的一些小的细节。好，已经收到了画册了，对吧？谢谢推荐。好，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呢，应该还有就是这个千里江山图的话，应该只剩下最后的10多册了，最后的10多册。好，其他的画册呢，我们后面会陆续带大家画到。好，这是我们画的左下角左下角用中锋的线条去勾勒岩石的轮廓，在勾勒线条的时候，它还要注意到在转折的时候呢，稍微的停顿一下。就是顿笔，是吧？顿笔，停顿一下，它都会转折的时候稍微的粗一些。这一块能跟上吧？能跟上吧？上班时间进来瞅一眼是吧？哎呀，没事儿，上班带你摸鱼。过完星期三就是星期天大家伙儿今天可以放松一点了，马上就又要到周末了啊！一口气1000赞，辛苦了，辛苦了，劳逸结合，可以先听一听啊。这块跟上了咱们敲个1好不好？这块呢非常的简略，但是这个呢又很基础，需要大家先把这块呢给画出来之后，我们再往后面走。前面我们再可以把这个它的一些小的结构线呢，给它叠加完整。好的，好，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它擦一擦。在这种比如说前后交叠的地方，现在我们推进点吧，在前后交叠的地方，我们可以是吧，稍微的这样去把笔压倒一点，侧锋的方式呢去给它皴一皴，对不对？笔触呢不一定特别清晰。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在前方，是吧？稍微的给它也是皴擦过渡一下。在哪儿点赞？双击屏幕就可以了。如果你用的是手机的话。好，在皴擦的时候，墨色相对于我们的轮廓线，它往往要淡一点点，好，这个能理解吗？好，然后我们其他的就不用过多的去给它进行刻画了。有个前后的层次，在这个亮部的地方呢，稍微的有一些淡墨，是吧？给它去皴一皴，给它擦一擦就行了。其他的我们着重是刻画后方。往后面画呢，我们就主要是塑造的就是后面的这个岩石了，这块大的岩石。千里江山图，最后10来本。好，咱其他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往这个画面左侧来，都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从上往下，大约这棵树。最前方这个呢，就是一个 Y 字形，有没有像你们小的时候，不说小的时候吧，就像你们拍照的时候的剪刀手的一个造型一样，对吧？它是一个剪刀手的一个造型字母 Y 的一个形态，它比较靠左侧，倾斜的是右上左下。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哈。如果你在家里边有条件画的话，可以尝试画一画。好，这样的话应该就不糊了哈。好的，同学，来，我们从左侧，从咱们画面的左侧来勾勒咱们这个树干的一个造型树干的一个造型。我们最高的地方大约就画到横着的中心线吧，横着的中心线，是不是超过1指左右？这是树叶超过的地方，但是我们的这个树枝呢，它不会特别的明显，对不对？
是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个是繁茂的树叶，一个呢是比较枯枝的树干。小黄车里边，目前还没有咱们的回放，后面会有的，后面会有的。来，我们从左上右下，在画这个树的时候，树干也是上方墨色比较浓重，越往下面走呢，它是相对越来越淡的，越来越淡的哈。好，我们位于这个画面的左上角，是吧？画面的上方。左侧离这个纸张左侧大概还要3指左右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你可以画的呢宽一点、窄一点的都不影响。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表情，是吧？好，我们把这个左侧大约画到左侧这个树枝大约画到这儿，然后再往下方走，再往下方走。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这个转折的地方，对吧？给它转折，再往下方，从上往下，我们把整个树干呢给它稍微的。这个左边是双钩的，右侧其实也是双钩，只不过它的墨色呢可能更加的实一点点，是吧？更实一些。从上往下，然后我们再来把整个树干的一个粗细变化呢给它画出来，粗细的变化给它画出来。然后从左侧这个转折的地方是吧？我们要出一个小枝，你可以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从上往下。把这个树根也给它画出来。画这个，我们说画树的嘛，往往呢是画树先立干，然后呢再出枝，然后在出枝的时候，大家伙儿啊从上往下这个画完了之后，我们往下面画这个树根的时候，其实跟出枝是一样的，如树出枝，还有长短，有交叠，对不对？好，我们以这种枯色的笔，小笔触，从上往下呢来给它。把这个树干呢给它交叠，给它着落在地面上面，各种 Y 字形是吧？像这个字母一样，这个 V 字形哈，好，一个 V 字形的感觉。然后左边可以画的呢更长一点，好，大家早上好。这是我们画的第一块岩石和树木，然后接下来要往下面继续画的话，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给它丰富，进一步去往上面去丰富。就是要给它出一些枝嘛，出枝的时候我们有长有短，让它有主有次，但它堵的都看不见了。好，大家可以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多问一问啊，然后从上往下，我们把这个树干呢也给它稍微的丰富一下，用一些小细线，
或者枯涩一点的笔触去给它丰富，都是可以的。小孙子帮忙点赞。好，在家里边还是挺方便的啊。申请了还没有审核，慢慢的，慢慢来啊，慢慢来。可能管理员还没有忙过来，然后从左上我们给它点出来，是吧？画一点这个树枝，出一些小的树枝。我们把第一棵树先给它大概丰富起来。它更多的还是以叶片的方式呢来呈现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出枝上面呢，不用画的特别的多，但是我们也要让这个一会儿出一个这个叶片的时候啊，知道我们从哪儿大概生长的这个生长的位置，给它定出来。这是我们画的第一棵树哈。大家的跟的情况怎么样？能跟上吗？有跟着画吗？在跟着画的来敲个1哈，没有画只是眼睛在跟的来敲个数字5。好，这个树呢是画的非常的简略哈，我们处理的比较简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情况，在上班是吧？好，在跟画的还是比较多哈，还是跟画的比较多。好嘞，好嘞。早上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呢把这个左侧的这个树梢部分，给它点出来。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树梢嘛，然后我们现在就需要给它叠加叶子。叠加叶子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比如说软一点的笔啊，蓄水量比较高的这种笔了。上班不能画是吧？那就看一看就行，跟画看一看。用我们比较淡一点的墨色，可以先用淡一点的墨色哈，相对淡嘛。但是其实这个叶片是最浓重的，大家闭一只眼睛哈，别一会儿睡着了。闭一只眼睛，你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画面当中，它的这个最浓重的地方大概是哪儿？是不是就是在树叶这一块儿？就是咱们树叶这一块儿。用咱们饱含水分的这个笔点，饱含水分的这种笔点，我们一般称之为这个大混点或小混点，对吧？来根据咱们的这个出枝的方向啊，去给它点上一些叶子。好，粉丝团的待会儿进啊，待会儿可以慢慢的这个根据咱们管理员来通过，点亮了咱们的这个黄色的小马甲，黄色的粉丝灯牌都可以进的，好，笔触之间左右它可以有一定的连叠，上下也可以有一定的连叠。今天用的纸和毛笔呢都是生的，都是新的呀，都是新的。好，在树梢部分，咱们呢都可以用这个饱含笔墨的点哈，给它点的浓重一点，然后左右衔接还可以呢再更加的紧密一点，是吧？有浓有淡，有疏有密。它的这个出枝甚至于会生发到右侧，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去都是可以的。好，然后再来给它根据它这个出枝和叶片，根据出枝我们来点这个叶子，所谓枝繁叶茂嘛，枝繁叶茂，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给它填充和丰富。当然不能让它点的散乱了，记住了哈，笔触与笔触之间它是有一定的连叠的，要适当的连叠，如果不连叠，这张画它就碎了，因为全都是点点，是吧？全都是点点，那就不太好。不太这个统一了，要让我们画面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做到整体和谐嘛，局部精彩，有一定的视觉的观感效果。好，这是我们画的最上方的这棵树，这个树干部分，咱们也可以稍微的给它染一下，稍微的染一下。好，我们这是第一棵树，先画到这儿，大家跟上了吗？有没有跟上？课上在这块儿，如果跟上的敲个1，没有跟上的呢，可以敲个数字5。我们看一下大家的一个进度哈，看一下大家的进度，跟上了是吧？好嘞。徐新雅666，好，看到了，看到了。比原图还好看，这个还没有怎么画呢。好，都开始夸奖了，夸起来了啊！一会儿要飘了。在哪个城市呀？在南方的一个阴雨的小城里。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这棵树啊，相对来说概括一点。然后再来从它后方，我们再来出一棵树，这个树干是枯枝，一个枯树，从树梢到树根呢，它是一个由浓到淡的一个过程。在画树梢的时候，我们用的墨色更重。它大约最高的点位于整个横着的中心线靠上一半的位置啊，一半的位置。然后在整个画面竖着的中心线到整个纸张左侧的边缘，大约也是一半，大约哈。每天上午9点半直播，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一起来画一画，好吧？如果在上班的小伙伴呢，就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变音形式。好，我们从树梢啊，我们到这个树根部，到这个树挨着的，跟这个树的根部挨着的，它是一个右上左下的一个造型。先画一些小枝，这树梢这儿。然后从上往下，出枝，它可以适当的转折，然后我们再来出。出的时候，我们要有长有短，然后呢，兼顾一定的疏密，对不对？一定的疏密关系在里边。繁茂的细枝又来晚了，没有关系哈，来晚了那可以先局部画。如果跟直播有一定的困难，或者完全的画这么一张画下来有困难的小伙伴，都可以先尝试画一画局部，对不对？先局部的练一练，如果有工具材料的话。我现在呢，就是把咱整的一个树枝
给它勾勒的丰富一点点，勾勒完整出来。好，给它点出来了。从上再往下，从上再往下，用比较浓重的墨，依然换回咱们的狼毫吧。用狼毫还是勾勒起来一定要得劲儿一点，得劲儿一点。从上往下，还是用比较浓重的墨，把我们从上往下这个树干给它衔接起来。对不对？好，这样画的线条它是有棱有角的，看起来要有力量感一些。好，所以用狼毫的地方就是在这儿。好，到根部的时候，我们要给它衔接过来，往右侧呢出一些小的一些树根，声音好熟悉，对吧？啊，正在给大家带大家一起画画的呢是博云。好，可能以前我们有不少呢是小伙伴呢是已经认识的。好，2棵树大概可以画出来了。每天教学的时间都是上午9点半，但是呢，我们可能后面就是明后天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呢，会给大家，不管是直播也好，还是说休息也好，都会给大家提前通知的。所以你点关注啊就可以了，也可以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每次呢直播的时候，都会给大家做相应的通知。来，我们再往右侧走，稍微的叠加一点。在这个枝条右侧，给它再往下面去丰富一下。好，出枝非常的多哈，非常的细密。在出枝的上方可以点上一些小的墨点，让这个画面显得相对的丰富一些。然后我们再来适当点上一些小的胎点，出枝完整一点点。好，大概的2棵树，我们就可以画到这儿了。但是树因为中间是被遮挡的，是吧？我们要把这一块呢给它稍微的补充的更那个什么，被遮挡的完整一点，是吧？好，让这个画啊，它显得呢前后遮挡的关系更加的明确。咱们稍微推远一些哈，大家伙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视觉效果。整体的视觉效果大概什么样子的？目前呢，只是画了一点点这个小树，没有太多的一些小的细节的。把整个树冠的一个姿态
可以稍微给它点染的呢更加的形象，点的更加的形象就好。目前没有回放，但是呢会尽快的把咱们的回放呢放到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好吧？我们今天画的这张画其实就是希望让我们很多的小白的同学，包括我们还没有学到山水的小伙伴呢，都能够跟得上。所以我也画的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这个树可能枝叶呢也有它繁茂的地方，跟起来是吧？同样我也知道肯定也会有小伙伴们呢也觉得吃力，但是你都可以局部的练习哈。我们刚说了，不一定说上来你就要画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它都是一个渐进成长的过程。好，欢迎各位小伙伴加入到咱们一朵云的直播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关注，也可以呢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进入我们的粉丝群，获取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以及我们的工具清单，好不好？好嘞，咱们就说到这儿。下午6点后直播吗？目前没有哈，以后呢有可能我们会尝试。来，我们依然去把这个它的这个底部的岩石给它勾勒完整哈，也是用我们的狼毫笔勾线，记住了，我们以勾线皴擦为主的这种笔触，皴擦塑造为主，都主要以咱们的狼毫为主。左侧是吧？我们的这个狼毫笔给它勾勒出来。把咱们的整个树干，把咱们这个岩石，是吧，给它带出来。整个立在这个画面上面的，是吧？让它完整出来。好，对于这个树皮，我们呢可以给它稍微的给它添加一下，丰富一下。其实都是以这种枯色的笔触，对不对？枯色的笔，跟着轮廓线的方向呢，多一些前后交叠的关系嘛。除此以外就没有了。一边上课一边点赞是吧？好，都不落下，手呢也可以灵活，这刚好是我们所说的广播体操嘛，是吧？我们可以边画画等等大家哈。这块大家跟上了没有？好，如果跟上了，来敲个数字1；没有跟上，你继续画，是吧？你继续画。如果没有画，是吧？方便的小伙伴呢，可以点赞啊，可以点赞。在我们这个画面的上方啊，这个叶片点的呢，尽量不要高低都一样齐平了，我们可以稍微的给它这个错落一下。不用皴吗？我们岩石稍微的皴了一下的。负责点赞。好嘞，咱们这块大概跟上了哈。在这个树的这个树杈的中间，这个树叶的中间吧，它还又有一点这个小的树枝枯枝，我们也给它点出来。这个小枯枝也给它点出来。好，在画这个树枝的时候，我们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今天得把这个纸注意一下了，免得又弄到纸上。出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样画一根，两头都是比较实的，比如说时起时收的一根线，然后出枝的时候，可以从它一半偏上往后面去走，是吧？形成一个夹角，这个角度呢不要形成这种90度的了，对不对？尽量避免，不一定能够处理的好看。好，然后呢，从它左侧再出的时候，是吧？一长，是吧？就一短，然后在它这个上方呢，依然可以再去进行出枝啊。那当然，这种出枝呢，不一定完完全全一定要朝着某个方向走。我们这里边它同样也是可以的。当然，这里边在出枝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枝上面只能出一次，可以多次出，它可以有长短的变化。而且呢，有近一点的地方，也有比如说像这种
疏朗一点的。出枝往往都是什么？由粗慢慢的变细，慢慢的变细。好，这就是它的整个大致的一个过程啊，大致的一个过程。好，左右两边都可以叠加，是吧？加一些有长有短的枝，甚至于加上一些点，去丰富。好，这是我们画的左边这一块啊，画的左边这一块，这是我们最需要大家去注意的一些小的细节，一些小的细节。没有叶片的地方，为了填充它的这个姿态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一些小的树枝啊，小的树枝去丰富啊。树根讲一下，对吧？好，可以看一看啊。好，如果想要了解一下树根的小伙伴，可以抬头看一看。树根我们刚讲到，跟出枝是一样的道理。比如说，我们把树干这根线给它衔接下来，树根这根线，树干这根线啊，比如说这是一个树干吧，对不对？给它衔接下来，衔接到下方，从比如说后方也好，我们给它叠加一根线，是不是也像出枝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一个 V 字形，倒过来的 V 字形，给它衔接起来。甚至于有的树，你比如说这儿，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搓落开一些大的这种拧巴的，就像你们早上拧巴那个你自己的毛巾的时候，拧巴的这个一层层叠加的这个线条是一样的，是吧？好，给它叠加到这儿，然后呢，再给它直接加过来，盘根错节啊，这就形容的是我们的这个老树斑驳啊，它是扎根在土里边的，扎根在土里边的这种形象，是吧？只不过呢，它可能更多的细节，还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这个层次，是吧？前后交叠到这儿，跟出枝是不是一样的呀？有相互交叠的这种左右遮挡关系嘛？然后这个空隙的地方，我们要用淡墨或者重墨给它皴擦出来，把树干给它体现到前方。然后呢，在这种转折的地方，是吧？加一个树疤，是吧？加一个树疤，围绕着树疤呢，可以进行一些刻画。好，这是我们说画树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好，这块我们就说到这儿哈，这就是我们说的树干。迟到了是吧？不必站在门外听啊，直接就可以进来，直接进来，点进咱们的直播间听课就可以了。是吧？以往来晚了，还可能让你站在小黑屋里边。好，来，我们呢给大家推圆，推圆。好，我们喝口水，等等大家。跟上了，跟上了，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鼓励一下自己，好不好？点左上角的头像，点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就可以了，小伙伴们。好嘞，好嘞。好，李宇民，闻风听雨，夕阳下的奔跑，举杯邀明月，甜心。好，都跟上了对吧？这个纸张的尺寸在左侧，咱们屏幕上方的左侧。当然，这是我们使用到的最基础的一种，我用的是这种纯白的卡纸啊，纯白的这种卡纸。你可以用宣纸也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使用的这个毛笔呢，勾线和皴擦或者点这些胎点的时候，用到的都是这支狼毫，是吧？在我们的小黄车的橱窗里边呢，也有这个，比如说蓝竹啊，蓝竹的形式的套装嘛，大家可以去看。一般毛笔就是大中小号各一支，然后像勾勒这种小细枝的话，你如果用这样大的笔锋啊，处理起来有一定的困难，那你就可以使用我们的小红毛，也是在橱窗上方的。好，用胎点在这个树干和这个树根部交叠的位置去进行这个点台，是吧？点台有疏有密，在挨着树干近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点的呢繁密一点点啊，繁密一点点，繁密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往右侧走，往右侧走了啊。这最前方我们花的时间比较多，后面画起来就比较简略了。除了这几棵树以外，就要相对简略一些。以淡墨的方式啊，我们去勾勒它的这个斜坡，或者说是一个浅滩，依然是围绕着这个树干或者这个浅滩的前面这个浅滩的一个高度，往右侧走，好吧，往右侧走，勾勒的线条墨色呀，没有前面那么重，可以没有前面那么重，在交界的地方可以是吧？多勾勒几层出来。最后要勾到哪个地方的边缘？离整个纸张右侧的边缘大约不到一个颜料管的距离啊。越画它是越来越浅的，越画越来越浅，就是面积越来越窄。好，从上往下，都给它穿插出来了。在交叠的位置是吧？就是这种线条交叠的地方，你才能有机会去找到它们的穿插关系。比如说谁在前谁在后是吧？被遮挡的地方稍微的带一带，然后像这个地方呢，前后因为是交叠嘛，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擦的可以多一些，相对的多一些。好，再往这块交叠的位置走，叠到一起。左侧一定要跟右侧保持好区分哈，为了区分好彼此的墨色的层次，我们可以把交叠这一块的胎点，或者说一些墨色强调开，小彩蛋了。一会儿如果时间方便，我们可以带大家画一个小的啊，来，在这个树的下方，我们用这个芥子脸，小伙伴们都应该比较熟悉的了啊，我推进一点。用比较浓重的墨色，精细一点的线条。我今天用的是一支新的毛笔哈，然后呢，来勾勒下方的一些杂草、芥子点。听一会儿，正在上班是吧？好。很正常的，我们很多小伙伴呢都要搬砖啊，能看看直播已经是不错的了，能带着大家一起划划水、摸摸鱼，是吧？生活也挺不错。辛苦的2022年呢，已经马上就要过去了啊，再过1个月吧，再过1个多月，是不是又要到新的一个年头了？崭新的一年呢又要开始了。我们新年的一种宏伟的蓝图，大家描绘的如何了？听课也是享受，那就行。好，从左上右下把这个树叶、树枝是吧？叶片可以交叠一下，往上画呢，就类似于像竹叶的叶片一样；往下画呢，它就像一些杂草一样。把整个姿态呢看起来形象一点即可。正在瞄，行，好，让这个画面的下方的这个小的细节是吧？看起来它要丰富起来了哈，好，从底部给它点出来，
推远，推远，推远。好，这是左侧这里，左侧这里应该画的都差不多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方走。新年的蓝图，专心画画。当然，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呢，也为大家提供了新年蓝图的一个崭新的一页啊。我们的这个新年的日历，2023年的，你可以在上方呢描绘你崭新的蓝图啊。好，这个是宣纸的，是生宣的镜片纸啊，特镜纸，自己可以在上面去描绘一下你想要的画面。当然，你可以先练习练习你想画的内容。好的东西，包括文房四宝，现在文房四宝基本上都有了，为我们所需要的小伙伴们提供了很多的选择的机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看一看啊，有我们的笔洗是吧？正尺，还有墨、颜色，包括一定的画册。左下角这块我们就画到这里了。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这上方再来勾勒一些小的这个树枝，小的树枝。好，从上往下，是吧？有高有矮，长短结合起来，把我们这个岩石的边角给它点出来，现在会超过咱们竖着的中心线，大概竖的中心在这儿，对不对？好，在周边呢，我们可能点的比较多，有高有矮哈，密集一点点，好，再从右侧走，好，用我们的这种淡墨，相对淡的笔触，都在这个岩石的边角上方，高矮的这种错落开去点，错落开去点。然后我们用这个淡墨，饱含水墨的笔点，扁平的方式，是吧？在咱们的这个岩石的边角，点、线、面都给它带出来，大家画出来了吗？好，然后我们再往好，丰富起来。当然，这些笔触之间呢，可以有一定的连叠哈。当然，连叠你也别水太大了就是完全它没有笔触的形态，它是完全融在一起的，那个效果就不太好看了，每天上午的9点半，然后休息呢，不管是休息还是直播，我们都会给大家提前发通知的，所以呢，你只要点了关注，甚至于点亮了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内，都可以获取每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我们的工具清单，包括不管直不直播都会给大家通知啊。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去勾勒它的这个岩石的边角了。岩石的边角是一个斜坡，是吧？那个房屋的边角，因为这是
两个浅滩中间加的这个是水流，这个浅滩最高的地方大约也就位于，比如说横着的中心线，我们找到，比如说这是中心点吧，从上往下，我们找到一半，从中心点找到纸张底部一半的位置，这就差不多是什么？就是我们后面这个房屋所就是放在的这个浅滩的上方，越过和竖着的中心线靠左一点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浅滩这个三角是吧？如果画粗一点就像猪蹄一样，画窄一点呢就是这种三角的这种错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浅滩给它衬托出来了，好，旁边的这个浅滩呢，它肯定不仅仅是一层啊，它要分是吧？两层这样遮挡大的结构嘛。OK， 好，大的一个结构关系，我们给它画到这儿。然后在皴擦的时候，依然是根据岩石的结构方向，是吧？去行笔，从前往后去过渡，从结构线从下往上由浓到淡。然后被交叠的地方呢，比如说这些结构线交叠遮挡住了后方，由前往后去由浓到淡，对不对？好，为了衬托水流，是吧？它下方都会皴擦的相对浓重一些，相对的浓重一点点。然后右侧也是一样，我们笔触感要相对清晰哈，在皴擦的时候，相对的清晰。那至于怎么去皴？对于这个画家他皴的这种方法有什么特点哈？其实这个画家，因为我们说他是其实中西结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画家吧。他因为学习了解了很多的西方素描风景的这种，比如说透视也好，空间的关系也好，所以他在皴的时候还是会用到我们所谓的传统的一种功底，我们所谓的皴法。那在皴的时候，我们说线条嘛。用线条的方式去皴，它有的时候呢是直接是擦，甚至用的是块面，用笔非常的灵活。那是因为他对这些技法足够熟悉。皴是吧？我们说，如果以线条的方式，比如说蓖麻皴而言，拾起虚收柔韧的中锋线条啊，单根线就这样去画。是吧？你比如说，你还可以适当的放松一点点，这个线条它可以适当的拨着都没问题。那组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大致的方向偏一致，也可以适当的去交叠，你从上往下也好，从下往上，它都是可以的。但是墨色它要协调，的啊。用的笔就是咱们那个套装里边的那个笔，你可以点开看到。OK， 一会儿我们画完了，也可以大家看一看，好，我们现在用淡墨，用淡一点的墨，依然用淡一点的墨哈，把咱们这个前方浅滩的地方，可以给它皴擦的更加的饱满，对不对？扁长的笔点，甚至于可以边角有一些灵活的笔点，都是可以的。斜坡画的有点高了，高点儿就高点儿。你如果觉得高了，或者我们可以在下面呢，可以再补充一点就行，对不对？用墨色给它衔接下来嘛，其实这个都不太影响，因为山水它相对来说造型这块呢，即便你可能不那么准确，对吧？
它也不会影响到整个画面的这种观感。画人物就不一样咯，一笔下去不对，是不是？它可能就不对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用重墨点到咱们的这个，稍微的点一点重墨在这个胎点竖着的点上面，竖着的点上面。有奶糖哎，是的，在咱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画画，还有香甜软糯的大白兔等着大家去享用。如果你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是吧，来不及吃早餐，你可以来一颗呀。心情不快乐，那我们可以来一颗糖，让我们的心情呢倍儿开心。吃2颗呢，双倍的快乐。好，这是我们直播间里边哈，小黄车里边唯一的一份视频，对，山水的包容性强。其实它因为我们岩石嘛，你怎么画，对吧？它都可以是岩石，只是位置不要差别太大就行，好，再往后边再来一点。好，边角点的点，边缘点的点呢，都可以笔触小一点。好，从这个岩石的下方，就是浅滩的下方，是吧？我们依然也可以点上一些这种类似于像浮萍也好啊，是吧？或者说它就是通过这种技法表现也好，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个环境呢，它更多的有这种细密的这种植被，所以作者呢用了很多的点去衔接这个画面。糖还在路上，吃不了，先看着啊。先跟着画也可以，这望糖已经能够止苦了。我是第一次听说的，听说谁？听说我吗？那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哈，加入到咱们的直播间。以后呢，你可以点个关注，以后可以在咱们的直播间呢，经常遇见，天天见，好吧？天天见。好，淡一点的墨。我们今天画的这种山水呢，你就用生宣画就可以了，临摹传统的古画，比如说宋画或者元代的画，或者偏古一点的作品，这个年代的作品呢，我们都要可以用这个手宣，是吧？甚至于用绢去画，那我们现在画这种属于小写意嘛，好，用淡墨擦笔的方式，可以把我们这些点稍微的统筹一下，是吧？也不要让它显得散乱了，画山水的5大步骤，各位小伙伴，这是我们的哪一步？用的正是我们的哪一步？我们的勾皴擦点染。现在我们是不是用到类似于像染的这种笔触？又回到了课堂的氛围，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我们不仅带大家画画，还给大家发糖哈，给大家发糖。当然需要工具材料，如果说第一次来的直播间或者需要补充材料的小伙伴，都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啊，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呢，看到我正在用的就是狼毫的笔来皴擦塑造。染色的话，我们更多的是用羊毫，在下方呢，无云绘笔庄的这个套装笔，大家可以看一看。什么糖？大白兔。在座的各位小伙伴应该都吃过吧？OK， 是吧？
不仅前方要这样去擦一擦、染一染，后方也是一样，后方也是一样。表示点赞是吧？真的回到了课堂。好，回到了课堂也可以，但是呢，别忘了吃糖哦，别忘了吃糖。当然也带来了我们的一些具有观赏性的画册，一个是千里江山图，再一个是石涛的这个画册，对不对？石涛的画册呢，以后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上给大家画，带大家画到千里江山图，最后应该还剩几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作为新年的礼物，或者沿袭咱们中国画的这种传统的这个青绿山水的技法，收藏都是很好的一品佳作，因为它是树绘高清的这个喷绘，是吧？非常的贴近咱们的原作的一个效果，绢丝的一个呈现都会有。一会儿课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直播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看一看。好，这种浅江的这个山水画起来是不是比较轻松啊？回放我们后面会陆续放出来啊。现在呢，先可以跟着我把这张画给画完整。这块如果跟上了，来敲个数字6啊，敲个数字6。以为吃的是喜糖对吧？你吃的糖最甜的啊，不是糖。如果吃的是自己的或者谁的喜糖的话，它就更甜了。好嘞，大家伙呢都比较这个什么，是吧？努力专心。我们呢，待会儿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啊。我们加入到我们粉丝团的小伙伴们，都有机会参与。只要5分钟之后哈，5分钟之后，好，5分钟之后我们的口令是一会儿点薄云山水，是吧？敲薄云山水就有机会获取咱们屏幕上方的福袋，看到了吗？左上角福袋已经开启了，倒计时5分钟，欢迎加入，成为我们薄云的这个粉丝团的一名成员，好不好？好嘞，我们就慢慢的画，慢慢的等啊，大家可以敲薄云山水，就有机会获取我们的本次的这个福袋的这个惊喜哦，好不好？也当是休息一下，等等大家，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啊，手别停。好，弹幕我们用弹幕，好，就看一会儿谁的手速快咯。黄色的小马甲的小伙伴们，祝大家都好运啊！当然边说，我稍微的画画，你可以一会儿自己课后再去画这个小房屋都可以。我们先把这个树画完，再来画前方的一个小房子。在竖着的中心线靠右大约2指是我们房屋的这个地方，对不对？房屋大约3个手指宽嘛，在它旁边我们要加一棵树，这个树类似于柳树一样。好嘞，满屏的薄云山水，好，天哪，今天过节了，给大家发糖，小黄车里边有咱们的这个大白兔糖啊，双倍的快乐等着你去领取啊！好，好，你们慢慢发啊，慢慢的发，我来继续在这儿往上面走了，把这个轮廓大概勾勒完整，然后我们再来画上面的一棵树。这个树大约画一个颜料管左右的一个高度就行，我把颜料管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这个春江万木的24色玛丽牌的，对不对？这个包装都非常的精美，颜色呢也非常的明丽，膏体细腻。我们用的是这个，我们就用花青吧，一会儿用到比较多。花青指示先拿出来，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可以在我们的橱窗下面，也就是小黄车里边，以后都可以看到的。
好嘞，继续啊，从上往下。需要等等大家吗？需要等等不？好，咱们新小姐姐菊妹啊，又在前面去了，还有英语同学啊。好，从上往下，再横着中心线以上一直走右吧。用这个浓重的墨色来勾勒咱们的这个树干。真的抽奖，真的抽奖，有机会获取咱们的这个叫什么附带的惊喜，已经发起了哈，我就怕大家睡着了哈。上班时间来跟个课，还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惊喜呢，还是不错的啊。从左侧用浓重的墨，咱们勾勒一下哈。老师，我在这个发弹幕是吧？发弹幕，你在这儿画，我能跟上吗？没法儿，手不够用了，是吧？我就简单的勾一个这个树杈，不影响。这个呢，你没跟上，一会儿再画都可以的，都可以的。谁到了？时间到点了吗？到点了没有？还有40秒。倒计时啊，还有40秒。好嘞，一会儿到30秒的时候咱就停，就看谁的手速了啊，就看谁的手速了。看咱们屏幕下方的幸运的观众啊，平常大家跟老师一直点赞，我们今天也让大家欢腾。好，左侧稍微的加一加。好，我要给它倒计时啊，10、9、8、7、6、5、4、3、2、1 ，OK， 抖币开奖啊，开奖！看我们的小伙伴们谁中了啊？啊，看看谁中了啊？看看我们的幸运的小伙伴们。好，这是我们刚刚粉丝团的小伙伴呢获得的。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发一个，好不好？一会儿再发一个，看看我们。谢谢大家赠送的人气票和小星星，还有入团卡。好，可以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哦。以后我们更多的惊喜啊，在我们的粉丝灯牌里边、粉丝团里边还可以再进行。OK， 一会儿画的快完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吧。YYS。好了，现在回归正题啊，我们继续来画画。就是因为大家刚刚可能疲困了，对不对？疲困了，所以我们呢给大家让大家放松一点啊，开心。获取到了吧？来，我们继续啊，继续从左边。从左边我们来给它稍微的出一些枝，然后叶片要往下耷拉着，就类似于像柳叶一样，对不对？它一枝条不需要你画特别长。谁中奖了？中了是吧？云阔天空，中了的小伙伴可以发一发，可以说一说。好嘞。我们再从上方适当的去焦点。这个柳条它画的并不长，我们说画树难画柳，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棵树非常的简略，中了是吧？中奖了。好的。好，现在我们继续怎么看中奖。中了的小伙伴呢就知道怎么中奖了。来，我们刚刚已经娱乐了哈，来抬头，我们继续我们来画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个内容。左下角给它耷拉一些柳条，是不是？耷拉一些柳条。虽然这个柳条呢感觉是已经被霜打过的一样，就像这个时节的柳树一样啊，耷拉着了。
这个呢都比较容易去画，还没点开就跑了。好，再从右侧，好，从上往下加垂落嘛，让这个树看起来有那么一个像树的姿态就够了啊。好，其他的就不用管了，柳条的画法，这个柳条其实没有太多可说。平常我们画的话，会用到勾线笔啊，在咱们橱窗里边也有啊，这个伊文的吴云辉的勾线笔，大家可以看到。来，我们现在比如说用一点点淡墨，按照平常我们比较正式的这种勾线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画一遍。在咱们的这个，我拿一张新的纸给大家试一试哈。比如说我们画柳树，我们说从上往下，对不对？拾起虚收啊，拾起虚收。然后呢，它应该是头部，就是顶部呢，它可以有一些交叠聚集，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角度的，拾起虚收，然后具备一定的交叠，然后啊，它们可以从上往下生发。收笔的时候不要太快，不要靠手的惯性，比如说一笔下去，画一笔是吧？画一笔，这样线条太飘了，这是靠你手在胳膊甩动的惯性。用笔的力量均匀一点，拾起虚收，兼顾一点点什么力度，对不对？兼顾一点力度，甚至有一些线条我们还会画的，为了表现的这种需要，给它故意画一点转折的感觉在里边，对不对？线条呢，它是有长的线条，有短的线条，有比较浓重的，也有比较淡的，也会有粗一点的，也会有细一点的。整个来讲呢，是头重脚轻，是不是？用这种笔锋给它画出来啊，居然中了，没想到。好，咱们这么多可爱的小伙伴们，必须让大家开心一波，是不是？提神儿，从上再往下，哎。是吧？这就是画柳树，它不要齐头并尾，上面不是一样齐平，底部也不是一样齐平啊。收笔的时候呢，轻一点是可以的。好，这个我这么讲能理解吗？这是我们画柳树，像刚刚那种画法的，比如说这么一根下来，旁边再接一根，它都画得非常的短，所以我们没有过多的去说啊，看不见下面的树。这是我现在只是拿一张纸来给大家示范。你看我们这个树，刚刚不给大家说吗？就像霜打过的一样，没有太多的这个什么，特点或者说细节。好，我刚刚今天这样讲的，我想应该很多的小伙伴，零基础的小伙伴应该也能听懂一些吧？听懂一些，虽然没有细说，我们主要是以这张画画完为主啊。这样画完为主，因为这位大画家早年其实他也是临摹了很多的古画名家作品啊，然后后来呢也是融创中西的一位大画家，所以他的绘画呢是直观的一个小景啊，不是那种重叠组合的。好，勾勒完之后，用淡墨把咱们的叶片是吧，勾勒个的地方再稍微的擦一擦，稍微的再擦一下。好，这一块大家画出来了没有啊？然后在它左侧 Q 的故事，又开始有一个小伙伴的跑上去了，在树的左右两侧吧，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加点小的树枝，让它丰富一点点。宁金致远，谢谢大家打啤酒，还有蔷薇，更上一层楼。对，小伙伴们不要重复的加群哈，你只要进一个就可以了，因为在群内我们给大家发的信息和通知以及内容等等都是一样的，好，这棵树咱们大致呢就画到这儿，
是吧？你可以树根这块你自己还可以补充，都可以，都可以。好了，旁边我们要开始来画它的房屋了啊，画这个房屋了。啊，欣欣小姐姐刷了红包是吗？大家理性一点点啊，理性一点点，点赞是很好的。来，我们继续推进，我们来画这个点景的小房屋，就在这个柳树的下方，是吧？偏左边的位置。来用我们的勾线笔吧，我们说一文的这勾线笔也在咱们的橱窗上面。这些笔它的弹性都非常好，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这些毛笔它的一些属性，它的属性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个，我们说的是锋，就是笔锋它要尖，是吧？它笔锋它不尖的话，我们是没法给它这个什么把这个线条画得非常的精细的。然后呢，就是你把它拧开，对不对？拧开之后，它的笔锋啊，它是齐的，是吧？它是齐平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墨色水分均匀之后，我们把它摁下去之后，是吧？它还能回锋，回到原位置，这就是笔的这种弹性、韧性，我们称之为腰力啊，它非常的到位，这就可以了。然后笔度，像勾线笔的话，咱就没法说了。勾线笔本来它就很细，所以它蓄水蓄不了多少水，是吧？像狼毫、羊毫等等，它笔度比较粗的话，蓄水就比较足，可以我们长时间的使用，不用来回的蘸，是吧？主播是谁？主播是一朵云薄云。来，从左侧勾勒咱们的房屋哈，在这个树的这个下方吧。房屋勾的时候，我们说都是一种什么偏对称的一种造型。偏对称的一种造型。好，然后再从右侧，房屋的屋角，它微微有点翘起来的感觉，是吧？用的线呢不是完完全全的直线，有一丢丢弧线，然后再从这个右侧，我们可以加一个小的窗户，窗户里边还可以加一个什么柱子的感觉，是吧？多一点细节，小的三角。然后在这个小的这根线下方，我们可以给它稍微添加一点复勾的细节，对不对？就是装饰嘛，这些线条。越往下面走，我们尽量让它墨色淡一点，淡一点点。好，复勾出来。然后右侧的地方呢，它也是需要这些线条的。好，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线条勾勒得更流畅，一个是你要适当的去练习，再一个呢，就是在勾线的时候尽量屏住呼吸，或者在画之前不要做太剧烈运动，手呢它就不容易抖，是吧？如果特别爱运动的小伙伴，是吧？运动完了之后来画的话，那个手啊就抖得不行，对手呢它就充血了，它就比较颤抖。好，从上往下，在边角我们画一个柱子，对。柱子呢，尽量要垂直于咱们的画面，垂直于画面。如果它倾斜了，咱们这个房屋就不太稳了。好，再来，然后再从右侧走。好，房屋给它加出来了，然后在房屋下方吧，有个围栏，对吧？大致好像是有个围栏，是不是？大致有个围栏，接到后方，好，给它加一层层的，可以接上。
双勾一下，双勾一下。好，底部。它有一个房子的这个台基，是吧？我们来给它画到这儿，上下都能够衔接起来，小细节带到这儿就行了。立在这个地面上的，水面上的呀，立在这个水面上，然后里边它比如说加了一些装饰的一些元素，在这个边角，房屋的边角。好，你可以画的不那么规则，因为也看的确实不太清晰哈，看的不太清晰。然后可以加点帘子，加一点帘子，感觉是在这里边好像有个人儿，一个圆头，好，一个右括号，这就像一个人了。脑袋点一笔，这边一个左括号，再一个大的右括号，好，这就像一个人了，大概两个人在那儿。好，下面呢，我们就直接用小线条给它装饰一下吧，让它显得比较空。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点景的小的房屋，我们就先给它加到这儿，来推远，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好，这块画完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来画右侧的这棵树了。右侧的这棵树，大家看好了，右侧这棵树其实如果以前有小伙伴跟着我画过一个山中人家的案例的话，应该对这棵树都比较熟悉了。有没有小伙伴记得？房屋它主要是左右对称，是吧？你比如上下横线它要对称平行，然后呢左边倾斜的线条，它要基本上保持平行和对称的这种原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太过于豪华，不太符合。为什么？这是一种理想的居所，不一定说是现实当中一定要有，是吧？这是自己的一种人们的气息。然后我们再来从上往下，欢迎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新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点一下左上角头像，加一下关注。左上右下，从上往下大约4个手指吧，3到4个手指。然后离我们树的中心线大约也是4个手指左右，这是我们最宽的地方，大约就在房屋这块了。这是这个树枝最宽的地方。我们要从右上左下，要接到我们的这个下方的岩石，把岩石需要稍微的勾勒穿插一下，穿得完整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往上面去给它刻画。把岩石这块接过来，这块接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塑造树木了哈。然后从它的后方一层叠加一层，一层叠加一层。好，我们再从它的后方来把这个树干给它叠加出来，一胖一瘦。这个呢，就靠大家自己的观察了哈和理解了。左上右下，对不对？左上右下，把整个树干的基本的一个姿态。好，确定出来。
离我们这个树中间还是有一定的间距咯。这棵树的树干的墨色不是特别的浓重，不是特别浓重。然后再从右侧来，在这种大的转折的地方，一般都会出一些这个树枝，对不对？可以复勾一下嘛。好，这个大转折的位置，我们要出一个大的树枝出来。在转折的位置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需要做一些灵活的调整。如果你画的位置和大小有一些区别，这个也不影响，也不影响。把这个右侧的这个树干给加出来。我们带大家画的这个画家叫黄君璧，那他的这个作品，他呢被称之为是渡海三家，和张大千以及溥心畬啊，这三位呢都是比较好的朋友。早年他在这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后来又在南京的一个美术学院和这个张大千呢在同一个学校里边任教，所以在艺术的创作还有教育事业上面呢，都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位大的画家了，对不对？好，这是他的一些大概的一个履历和过程。当然他一生最喜欢擅长画的呢，山水花鸟都颇多，尤其擅长画这种写生，画这种云海，是吧？瀑布，还有山中人家啊，这是他最擅长的一些题材，怎么获得回放？回放我们会近期就会给大家上传，所以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好，从上面我们就到时候会挂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好，把大概的这棵树给它画出来。又是学生，又是老乡，对吧？好嘞，那我们应该表达起来、听起来应该会更加容易。好，在转折地方出一点枝。出完枝之后，这上面的叶片呢是非常繁茂的。把右侧的这个树枝先给它画丰满一点。在屏幕的下方就有咱们的小黄车，里边有我们绘画所需要的笔墨、纸砚，是吧？没有砚，有笔洗等等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所需要的颜料，还有画册，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去进行选购。然后我们把这个树，它好像画的挺丰满的啊，应该是前面的这棵树的。然后再来
好，这些画画的这个绘画的材料，比如说笔，对不对？这些毛笔，我这儿都是用过的，都是用过的。那个，所以呢才推荐出来。如果有需要的，你可以自己去看。然后呢，上面有，应该最后几本画材有没有？我们的千里江山图。好，给它点到这儿。在它的上方，我们又来给它丰富一点。动动美丽的手，站起来。好，谢谢大家伙的捧场啊！好，出枝的时候呢，它这个非常的细密，非常的细密。然后在右侧尤其是像右侧这一块，而且叶片也很多，我们稍微的要繁复一点点哈，要繁复一点。如果你觉得画起来确实挺累，那你就可以自己适当的取舍一点，好吧？取舍一点。在它的上方，左侧呢，它是我们说出枝是比较长的，然后在这个上方这一侧吧，细密的小枝很多。当然右下角不能让它全是光着的，可以稍微的带一带。然后用点点在咱们的树干的右侧，点在树干的右侧或者边角。好，我把这个推远一点看一下整体。我用的这个现在用的这个树枝，画这个树枝用的笔就是这个套装里边的这个蓝竹，因为它那个笔呢是直接的那个竹节儿的那形式的也有这种纯粹的一个直愣的这个笔杆的也有，好，欢迎大家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哈，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关注，也可以呢点亮粉丝灯牌，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对吧？以后呢可以获取我们每次直播时的高清案例图和我们的直播的工具清单，以及我们停播休息的这些通知等等，都会在群里给大家这个通知的。然后用弹幕的方式，我们来把这个树叶，对不对？把树叶给它点出来，因为这个叶片非常的茂密。我们应该是把后面那棵树一块画完，一块画完之后才能去点，因为点完了就湿了。好，往左边走一走吧。
挂历是吧？我们刚刚说到，这马上2022年呢，就剩下最后的一个月了，就让我们这浅浅淡淡的山水滋养和浸润咱们这一年的风尘和疲惫，是吧？新的一年，风和日丽，山河万里，有山有水陪着你的岁月静好。不仅仅是一份日历，你可以在上面自己描绘一下你想要的新的一年的美景，对吧？如果待在家里边，那你更得来一份了。好，当然你可以画一份呢，挂在家里，也可以作为年末了或年底啊，新年的礼物都是可以的。再从上往下稍微的皴擦了一下，整个树干我们以淡墨的方式给它擦出来，打开咱们新的日历，崭新的这个页面，崭新空白的页面，对吧？描绘你想要的锦绣的蓝图，崭新的岁月由你自己主笔。好，把我们的树干、树枝稍微的给它点了一点，粗细呢合适，粗细呢适中。当然后面的画的墨色我们可以更淡一点啊，不要跟前面的都贴一块了。哎呀，这棵树应该后面一点，靠后一点，没关系了，画都画了。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将错就错，将错就错就好。好，我们新年的日历呢，就在我们的屏幕的下方小黄车里边，有需要的小伙伴啊，自己去挑选。特种净皮的，所以大家在上面画，可以画青绿的都可以啊，画青绿的都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厚一点嘛，比较厚一点，然后再从后方走，然后左边给它加到这儿，后面还有一堆小的石头，我们也给它画上，然后再来叠加这些叶片吧，然后来点。老师的画成日历都好，会有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每个小伙伴到了年末，对不对？或者新年的时候，你不得给你自己的小伙伴或者亲朋好友画一张吗？啊，学画画这么久了，你不得展示一下你的这个绘画对于他们的影响吗？用咱们的这个学习的绘画的这个基础，学习的绘画的这种方式呢，去影响一下它，熏陶一下它，这不是挺好的吗？啊，挂在日历上面，每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好，然后我们再来给它稍微的皴一皴，这是后边，这是后边啊。然后当然前面这个三角也不可能让它全是平的，中间可以微微的来一点有些突出的地方，微微突出一点的地方，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右侧这块画出来了没有？这块画出来没有？我们在这个房子的边角啊，还需要再给它加一棵树，来，我们推进一点，在我们的这个小的房屋旁边，我们又来加一棵树。
纯粹浓重的墨色的啊。把这棵树加完，这张画80%都已经画完了。为啥？因为需要一些细节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儿，基本上，对不对？好，用比较浓重的墨色，前后用浓墨要呼应，对不对？前面用了一些浓重的墨，后面也要叠加叠加。如果目前发不了这个货的，可以跟这个到时候商家协调啊，可以协调一下。这个呢，慢慢来都可以。好，这是我们树梢这一块，树干这一块。退远，退远，退远。然后在它后方是吧？高矮错落的很多的一些小树，很多的小树，我们都可以用水分饱满一点的，给它点出来。好，用我们的小的线条给它勾勒出来。再往后边走，是吧？又有一些高矮错落的小树。好，加一点点淡墨，加一点点淡墨。好，给它稍微的再加一加。好，给它加一加，画到这里哈。然后旁边，我们就把这个房屋的旁边也给它加完啊，就是它的一些小的细节嘛。我们的浅滩是吧？从这个房子的旁边，大概也是给它画这么几层，2层左右吧。好，有一个高矮的错落关系。OK， 把边角是吧，也是给它衬托一下，这张画逐渐就丰富起来了。后面基本上就靠点，好，欢迎大家成为咱们粉丝团的一员哈，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加关注，不迷路。以后我们直播时间都会给大家预告，也可以点亮粉丝灯牌，以后获取我们每次直播时的高清案例和步骤图，以及工具，没有步骤图，有工具清单，工具清单啊，以后我们的正式的课程有这个步骤。侧锋啊，给它擦一擦。啊，这是远处这一块，我们用横向的笔触啊，直接给它擦出来的，对，一会儿课后去挑选都是可以，的。然后在旁边，我们再来给它加一加。房子后边是吧？又有一棵树，现在就是一些小的点景的杂树，是吧？点景的杂树，我们也给它丰富完整一点，然后上面的点是吧？类似于芥子点一样，但是不那么明确的符号，不经意是吧？寥寥不经意，它就点出来了。好的，对，摸鱼相伴。过了星期三，马上就是星期天，对不对？我们上班的时候摸摸鱼，那也是职场人的一种幸福。好。
在房屋周边呢，它都有一些茂密的这些笔点，我们就点到这里就行了。好，丰富起来了，对吧？然后在咱们的这个石头的后方，这个石头的后方也有一些小树啊，高矮、高低是吧？相间的，有高有矮。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树干给它立起来。好，根据我们的画面的需要，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画啊来取舍调整一些都是可以的。繁茂起来嘛。黑屏的话，你可以退出去再进来。OK， 再往后边对，把咱们的柳树往上面去再搭了点，遮挡一些，我们就可以少画一点了。当然，这个柳树的姿态不能让它看起来特别奇怪了。其实小的杂树是比较好画的，对不对？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小细节。你看，我们就用这种笔点，饱含水墨的笔点，我们就不画那么多的小细节了哈。它那个树呢，可能画的这个叶片呢，非常的繁茂。我们呢，就用这种横向的笔点、淡墨的方式，把这些树高矮错落的给它点出来，高矮错落的给它点出来。当然，中间可以微微的加一点点浓墨，是吧？给它稍微的衔接一下，但这个墨色不要太过重啊，不要稍微太过重了，就可能又显得不那么协调。有高有矮，然后呢，这棵树它似乎比较高，它不要形成一个三角直接下来，它在这块高矮参差的错落一下，然后在树的根部，它会画出一些我们用一些浓重的墨色是吧？勾一些小的树根啊、点啊，对不对？然后画一点枯枝啊之类的，是吧？画一点枯枝在里边，它看起来丰富啊，有细节的感觉。大家好，可以多来咱们屏幕上互动互动，可以多点赞啊！现在没有画画的小伙伴，如果方便可以呢，咱们来双击咱们的屏幕，练练咱们的广播体操。上午是不是也累了？来，我们现在活络一下筋骨啊，手指头动起来，用淡墨在水面，是吧？给它稍微的擦一遍，这个画它就看起来就丰富了，有一丢丢倒影的感觉，有没有一点点倒影的感觉？好，左边好，当然浅滩我们把这个浅滩啊，左边这个角的浅滩给它压重一点它是比较重的，给它加重。口头语每天都是上午9点半，可能明天休息一下吧，到时候呢，再直播都是其他时间段，比如说往后的这个直播都是在上午的9点半然后当然也会后面但是后面我们根据大家灵活的时间再做一些安排，好，把左边的树是吧，穿插衔接过去。
也是在这个浅滩那边吧。上完素描课来点赞，感谢。来，我们用弹幕把咱们的这个叶片吧，用这个弹幕把这个叶片呢稍微的统筹一下啊。我今天用的全是新的工具，一套全新的这个毛笔、纸。好，我们把后面这簇树木是的大概画到这儿，然后这儿呢再加一点，我们就可以画远山了哈。远山就基笔就可以搞定了，是吧？这张画90%咱们就画完了，90%就画完了。然后需要一点点重墨，把这样的一个树啊，给它加在这里。好，然后在这个左侧高矮有高有矮的加点小数，也是微微的点一点，微微的点一点就行了。点赞，谢谢。好的，这是咱们的最前面的树，右侧的叶片呢，也是用这种点，饱含水墨的点啊，出枝的地方我们都会给它点上。出枝的地方都会给它点上啊，茂密一点。笔点小，它就可能细节多；如果你笔点非常大的话，它就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的丰富。当然不要画琐碎了，兼顾疏密啊，都是根据这个出枝的方向和位置啊来点的。淡墨为主。青鸟说视频在录制中，只能我录哦，你不能录哦。好吧，提醒大家了。然后在那个下方左右两侧，我们都要适当的点上一点啊，都要点上一点。好，稍微的点一点。好，比较细密，对不对？前面这个树的叶片可以稍微的宽阔大一点，后边的呢可以稍微的小一点，然后在中间，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点重墨，浓重的墨在这个树杈周边，就这棵斜着的这棵树的前方哈，就是这棵树哈。后方我们在点这个点的时候，可以类似于戒指点一样，去给它点。是吧？因为直接用胡椒点去点的，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去叠加。好嘞。好了，咱们呢就给它点到这儿。这就是我们在最右侧这两棵树哈。这张画以繁茂的笔触为主，
以繁毛的笔触为主，是不是画累了？画累了，赶紧就活动活动手啊，活动活动手，干什么呢？点赞。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用淡墨把我们的这个山头，把咱的山头给它再点皴擦出来，大家都没问题吧？咱们把这张画画完啊，咱们到时候给大家发一个福袋，全民的福袋啊，全民的福袋，好不好？山头是吧？大概的一个山峰你勾勒出来，底部呢留白是吧？我们今天要给它着重再说一下这个云雾啊，坚持一下哈，后面其实就很简单了，尽量还是要留一些白，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云给它留出来，对不对？好，后边一层叠加，再叠加一层。好，然后呢，我们给它稍微的擦一擦。OK， 然后在这下边，皴一皴，是吧？山头交叠的位置啊，是要适当的去给它皴擦一下的，需要适当的去皴擦。然后在上面我们还要给它加上一点点这个我们的树枝是吧？苔点之类的这种笔触。有福袋，是的，加入到咱们的粉丝团吧。啊，粉丝团刚刚的专享了一次福袋。好，然后右侧。好，可以稍微的出一点枯枝啊，不同的这种角的，然后上面呢，点一点，类似于叶片，形成那种树一样的感觉，不要所有的都点，微微的点上一点，兼顾相应的疏密，是不是？墨色的衬托的对比感就可以了，好不好？给它加出来了吗？今天我们画的应该是很慢很细致，但是不知道小伙伴的感受怎么样啊？当然我们回过头来也可以再根据大家的情况呢，还做继续进一步的调整，都是可以的。好，用淡墨，现在用的是白云笔啊，白云笔也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主创里边，白云它是阳毫是吧？我们的那个狼毫呢，它是属于就是我们尖毫或者狼毫，它里边的笔啊更硬一些。羊毫更软，染的呢过渡更加的自然，是吧？而且着色着水它就会更加的丰富。来，我们用淡墨的方式把咱们的这个底部，远山的底部，好，高低起伏的给它皴出来。好，有小伙伴一直问老师，那个云雾到底怎么画的？你看我画了什么吗？我就用淡墨稍微的把山石和留白给它衔接起来了，就仅仅而已，我仅仅就做了这一点，就让它衔接起来。墨色贴近于岩石的这种底部的墨色，然后呢边角只是呢它不是那么的规整，然后当然它要和岩石的衔接过渡要自然啊，要过渡自然。手都软了，那休息一下啊，那就休息一下。当然，这种转折的地方，大家都不要画的就是什么宽窄都太一样了，是吧？它还是要，就是这种起伏都一致的话，看起来就不太好看。淡墨和我们的岩石衔接好了，是吧？衔接好了，然后再来点淡墨，把我们的这个树叶和树叶里边呢，给它染一染。
包括前方的树，其实没有过多的塑造，你如果不会画这个云雾，你留白都可以，你直接留白都是可以的，好吧？留白都行。然后我们再往后边走，在画远山的时候，直接就只画一个山峰，就行了。在它后面用纯墨色的方式，是不是画了一个山峰的？山顶比较重。好，这个斜坡再倾斜下来。你也可以先用水把它打湿去衔接，都是可以的。从上往下，山头都是从顶部往底部走的是由浓到淡的一个过程，后面是用颜色表现了，咱就不用管了。然后在下方的这个山头的地方，我们会有一点点小的墨色。它是跟这儿衔接起来的，点上一些点吧，在上面。好，用咱们的这个墨色塑造的部分呢，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当然，在这后面还有很多的点需要我们去点，是吧？如果你怕点的不太和谐，你可以少点一点。看起来好难，它有复杂的地方，但是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们依然是用这个小号的狼毫，可以把这上面的这种点的笔触，它会有一些高矮的点，是吧？点在这个画面上方，点在这种转折的位置等等，这一块都可以。吸细毛笔里的水分，是吧？依然是用这种笔点，大小的小混点，横向的笔点，点在咱们的这个水面，或岩石交叠的位置上，更像一幅雪景。这像雪景吗？还好吧。好，点 OK 的，点到这儿，然后上面其实可以加点苔点，需要一些重墨，比如说在这个岩石的边角上，对吧？需要一些重墨去衬托这张画，我们依然是需要可以跟它点点的。刚刚是横向的去点的一些类似于一些物体一样的东西，那这会儿呢，我们需要用一些浓重的墨点，
浓重的墨点去加强对比，对吧？好，当然适中就可以了。如果觉得太多容易破坏画面的话，点到即可啊，点到即可。包括这些岩石上方都是适当的带上一点。好嘞，嘿，大家画出来没有？好，这张画如果跟着大概画出来的小伙伴们可以敲个数字1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着色了啊，用到的这个颜色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啊，我们说春江万物矿物质颜色，我们刚拿出来了就是这个赭石和花青，我们今天就只用这2个颜色就行，把咱们的碟子啊、墨盘啊放到一边去，用咱们的赭石来开始晕染。用到的是我们大号的这个白云笔啊，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了，它是以羊毫的方式制作啊。这种笔呢，它虽然是羊毫，中间其实你看，它还是会有一点点这种啊，会有一点点这个狼毫在里边，方便它的韧性的这个提升啊，所以在使用上面呢会比较方便。我们这个赭石色，你看它是很容易就水溶。很细腻，着色效果呢，它不燥，是吧？很温和，不需要去加墨，都可以直接去使用。啊，这是我们在小黄车里边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颜料。当然，这个如果说仅仅是画个浅酱啊，当然你可能用到的不多啊，你可以用来画青绿，甚至于画墨谷等等都是可以的。青绿山水，我们以后也会带大家画的嘛。好嘞，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后方这个浅滩的地方啊，给它带一带。先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一下头像加关注，点亮粉丝灯牌，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啊。进入我们粉丝群呢，可以获取每一次直播时的高清的案例图和步骤图哦。啊不，没有步骤图，高清案例图和工具清单，还有我们的直播时间的预告，以及我们以后慢慢制作视频同步的分享。好，把房屋也用赭石把底部给它染了。好，柱子也用赭石色。包括它房屋下面这一层，树干我们也用淡淡的赭石，是不是？这是中国画着色的方式，水类复彩，同一类的物体啊，它着色的效果基本上是一个同一个系列的色彩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在使用颜色的时候呢，不一定要特别的丰富。应该说是不一定要特别多的色相，而是呢可以去进行更多层次的这个使用。好，树干也给它稍微的扫上一点，不用特别多。边角，岩石的边角，左下角，用我们的赭石色。接下来我们用花青用另外一个碟子啊，马上就要出效果了，哟。哎呀，怎么又用到我们的赭石色了？好，用我们的花青，来了，比较喜欢山水对吧？我们刚刚不是说吗？很多小伙伴都是在上班，但是呢还可以摸鱼来看直播啊。我们可以找一门兴趣，那就是可以以绘画山水为主，让这浅淡淡的山水水来滋养
来浸润咱们疲惫的平常的这种日常的忙碌，可以呢让自己呢享受一门自己独特的一个爱好。好，用花青是吧？这个花青呢比较纯啊，感觉有点发黄，我们可以来一点点藤黄色在里边，藤黄色让它调和的更加的偏直绿一点点，是不是？偏芝绿色一点点，稍微的加一点就行。好，用芝绿色，再加点水，把我们的岩石对吧都给它染出来，颜色一染，画面它就会更加的统一，对不对？就更加统一。用花青把我们的水面上面点的这些点稍微的扫一扫，包括这一侧也是一样。颜色盘放出来，那这会儿不知道放哪儿啊？那我把镜头推远啊，推远一点点。我把颜色盘放到右侧吧，右侧。依然用花青加了一丢丢藤黄的这个颜色，是淡淡的颜色，把远处也给它染出来。远山。用这个颜色可以把房顶给它染一染，拍了大白兔。我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画画，还有甜甜的糖，甜甜的大白兔糖。把我们的这个房顶上的柳树，还有其他的叶片，都用这种颜色呢统一的照染一下。当然前方这块可以稍微的重一些，就是前方嘛，这个房子下面这一块。好，然后我们这个树叶里边哈，它肯定也要染上嘛。当然，使用这个初学的小伙伴呢，就颜色上的使用呢，可能要求不高，上面也有最基础的12色，玛丽牌的12色，那你也可以进行挑选，都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啊。点开屏幕的下方有个小黄车，你就会看到笔，还有笔洗啊、正尺啊、颜料啊，对不对？当然，相关的画册都有。好，给它过渡。申请加入了7群，对吧？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都可以加入的，然后把咱们的树干、树叶上方都用花青色给它点染出来，然后花青稍微的浓一点点啊，把笔肚的水分吸一下，我们就要开始画远山了哈。远山这个山头
对不对？把耸立的这个山峰画出来。水稍微有点大啊，你看水大了，它这个形就不太肯定。然后再从下方走，淡墨淡淡的颜色，淡淡的颜色从上往下。好嘞，你看我们这个花青是不是就把咱们的这个房子，这个整个画面的这些视觉效果就统一起来了，是吧？仙气儿飘飘，至少完整了嘛。当然很多细节我们是省略掉了啊，省略掉了。后方叶片都可以用这个点一点。这些小的树丛里边啊，我们都用这种花青色给它统一起来，免得这个画啊它杂乱，对不对？你要是统一的去塑造了，去表现了，有颜色再协调了，那这张画它就不会说这个有太这个杂碎的地方，是吧？用颜色来高度的去统一。房顶我们也用点花青。好吧，里边的帘子是吧，都用点花青，都是可以的。这小细节自己都可以去处理，啊，都可以去处理。好嘞，这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画的这张意林黄君壁的这个山水作品。我们画中国画用到的基本的材料，无非就是笔墨纸砚啊，笔墨纸砚。那大家伙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屏幕上方的工具提示呢，到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边呢去选购。以后欢迎大家跟着我，跟着一朵云，跟着博云一起来学习我们的山水作品。喜欢吗？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截下图啊，截了图呢，大家可以把它分享到咱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群内，好不好？那点亮咱们的黄色的粉丝灯牌，都可以成为咱们的粉丝团的成员。好嘞，好。如果喜欢咱们这张作品的，喜欢这样去表现的小伙伴，可以敲个一啊，可以敲个一啊。我们的高清的案例图，如果课上在咱们直播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跟上的小伙伴，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群内获取我们的案例图，高清案例图，去进行这个课后吧，咱们直播之后呢再进行绘制一下，行不行？房子用珠标也是可以的，啊。旁边的旺财开始叫腾了。怎么进群？点亮粉丝灯牌都可以进去。昨天因为可能当时在直播是吧，没有完全太注意啊，没有太注意。好，现在咱们要领福袋了啊，小伙伴们不要走。好，准备哦。啊，我要发福袋了啊。全民的，我们的口令参与依然是什么？依然是这个薄云山水，倒计时只有60秒哈，只有60秒，发起咯。好，倒计时50秒，薄云山水参与形式啊，薄云山水都可以啊。好。我们一会儿到30秒的时候，我给大家数秒啊，需要截图的小伙伴截一下，截了之后可以在群内给大家分享，好不好 ？OK， 好，29、28、27、26、25，好，感谢各位小伙伴的参与啊！如果正在工作或者正在出行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实际情况，便于行事。
那么我们每天上午9点半都会在直播间呢等着大家啊，等着大家啊。6、5、4、3、2、1 ，OK， 哦，开奖了，开奖了。我这儿呢也看不到到底谁中奖了啊。中奖了的可以发个666啊，可以发个666。好，好嘞，好嘞。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没有画好的小伙伴啊，如果感觉画的不太开心，是吧？可以来一颗大白兔糖，可以来一颗大白兔啊。我们的直播间不仅可以带大家画画，还有香甜软糯的大白兔。如果实在太不开心了，工作太让你不开心了，可以来2颗啊，双倍的快乐啊，双倍的快乐。我们几代人的回忆啊，对不对？好了，现在可以不用刷了啊，咱们已经开奖了。已经开奖了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就先到这里了。来，我们来一首音乐，为我们的今天这个直播呢舒缓一下心情。这幅画的落款在左上角，我觉得写的是什么？我的写字呢，写的呢没那么自信啊，我就不在上面写了，好不好？大家画累了吧？画累了的小伙伴呢，就先歇一歇哈，也可以局部练一练。这张画确实也比较繁复。今天我使用的材料呢，都是新的，都是新的。那我因为使用的新材料，大家刚开始大家都可能有点不太趁手，稍微用一遍，你用一遍之后它就好了，用一遍之后就好了。如果要加群的小伙伴呢，加第8群哈，前面的群都已经满了。都已经满了，还没撤吗？就是现在快递没法寄的地方，我们后续呢让物流这个，你可以跟商家协调一下，那晚一点再给大家发都行，对不对？晚一点再发就行。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点一下左上角的头像就可以关注，每次直播的通知都会发送给大家。我们每天上午9点半，明天应该会休息啊，明天会休息。后面呢，绘画的内容呢都会给大家提前预告，高清的案例图以及工具清单呢都会发送给大家，发送给大家。蓝竹毛笔是纯蓝毫吗？对，如果它这个毛是这个黄色的，对不对？这种黄色的，它就是偏黄偏棕色的这种毛，它就是蓝毫。白色的，是不是大概率就是这个羊毫？但是尖毫呢，就是中间包裹着这个蓝毫，然后呢，外面呢是咱们的这个羊毫。理解了哈？点亮咱们的粉丝灯牌就可以进入咱们的粉丝群。可以申请进入第8群。这张画它就是一种小景，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名字，就是比如说现代的画家也好，还是上个世纪的画家也好，他们画的画很多，它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名字的。卡纸一份一般是10张，按需购买。好嘞，有事先下了对吧？老师再见。明天我们可能休息，到时候会给大家通知啊，会给大家通知。65万赞，好。
好了，小伙伴们，快去吃饭吧，快去午休一下吧。拜拜拜拜，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拜拜。